太爷在90岁大寿前3天死了，家里按照习俗挖坑下葬，却没有封棺填土，棺材盖子松松地合在棺材上，撒了几把黄土。回家准备吧，爸爸3天后回门。大家都面色凝重地点点头。奶，太爷还会回来吗？奶奶的脸色有些阴沉，她看着我，轻轻点了点头。我们村有个奇怪的习俗，叫回门。每个去世的老人都会在下葬第3天晚上回来，而他们的家人会一如既往地迎他们进门，同吃同住，就像他们还活着一样。如此招待3天之后，才能真正地将他们送走。每户人家在回门期间都会紧闭家门，送走鸡犬，村里人也都不会随意拜访。头2天家里一切照旧，没什么异常。到了第3天下午，四爷和我姑爷一家人都来了我家，桌上摆了不少菜肴，中间还摆了一个蛋糕。爹临走前没说什么遗愿，应该是想过好这个大寿。哎，希望如此。太爷等会儿就要回来了，一会儿你就专心吃你的饭，啥也别说。太阳渐渐下山，大家没动筷子，也没人说话。当最后一缕阳光消失，一个人影突兀地出现在门口，是浑身泥土的太爷，他就这么直立着一动不动。爷爷率先起身迎了上去。爹，你回来了。除了我，人人面色如常，好像真的只是太爷平时回家了般。太爷被领到桌子主位，身上的灰土从院子门口扑簌簌掉了一路。晚饭都准备好了，大家快吃吧。太爷四肢僵硬，膝盖紧紧绷着，根本就弯不了腿。爷爷和四爷双手放在太爷肩膀上，使劲一按，太爷才勉强坐在凳子上。爷爷和四爷分别坐在太爷两旁，不停地夹菜到太爷碗里。爹，多吃点，都是你爱吃的。太爷慢慢地移动手，抓起一把饭菜塞进嘴里，他张着嘴，不咀嚼也不吞咽，饭菜塞进嘴里又掉出来。屋里除了大家的咀嚼声，没人大声说话。爷爷端来蛋糕，递到太爷眼前。爹，今天您90大寿，咱们4世同堂，吹个蜡烛吧。太爷一双浑浊的眼珠转了转，盯着蜡烛，张开嘴，似乎想吹气。一股难闻至极的腐臭味顿时飘散在饭桌上。我只感觉一阵反胃，想捂鼻的手被奶奶一下按住了，她微不可见地朝我摇了摇头。这顿诡异的饭吃完后，四爷把我叫进了里屋，奶奶和我爸也跟了进来。小天，今晚四爷爷要你办一件大事，这件事很重要，若是出了岔子，咱们全都得交代在这。四爷爷严肃地看着我，我被他的眼神看得心里有点发毛。今天夜里，你陪你太爷睡一个屋。我吓了一大跳。四爷爷，您跟我开玩笑呢吧？我求助地望向爸爸和奶奶，可他们却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听你四爷爷的。四爷爷年轻时在镇上办场子，是家族里最有见识的人，他说的话没人敢不当回事。哎，这事从前你太小，没告诉过你，可今晚你再不愿意，也得跟你太爷睡一张床。听着四爷的话，我这才知道，原来回门不只是简单的吃饭生活3天，往生的老人回了家，晚上还要家里的童男或童女陪睡，因为生死有别，他们在阳间时间越长，就会变得越像鬼物，容易尸变成僵尸，吞吃活人，必须要用童子的阳气压制，让他们尽量保持活着的记忆和理智，才能保证老人不会在这3天提前尸变。只有这样好吃好睡的招待他们这3天，才能真正的把逝者送走。四爷爷家的孩子还太小，家里只有我最合适。不是四爷爷要为难你，这是咱们村这些年用几十条人命才摸出来的规矩。早10几年前你太奶回门，就是你小堂叔赔了3万。上次回门平安无事，这次也一定办到。我有些慌了神，四爷爷陡然紧紧掐着我的手臂，把我拉回大堂。记住，千万不要忤逆你太爷。等天一亮，我们就敲门进去。爸，从前您就最喜欢小天，他小时候你经常抱着他给他讲故事，今晚让小天陪您。太爷灰白的眼球盯着我看了一会，僵硬的点了点头，转身进了西屋。我用祈求的眼神看着爷爷。没事的，熬到天亮就好了。四爷用不容反抗的力气推着我进了屋，从外面锁上了门。屋里没开灯，黑漆漆的，只有一点月光。太爷站在床边，
他的脸凹陷青黑，跟生前的慈祥样貌完全不挂边了，反而和电视里演的老僵尸一模一样。我死死靠着门站着，一步都不敢往里挪。太爷抬起手臂，僵硬地朝我招了招手。太爷，我睡觉会乱踢，怕踢到您，我就睡那边的长凳吧。太爷不为所动，又招了2下手。我努力按捺住破窗逃跑的冲动。四爷爷刚才说不能忤逆太爷，有什么后果他没说，我也不敢想，只怕今晚我是逃不过这一劫了。太爷，您先上床睡，我拿床被子给您盖。太爷缓慢地移动身体，我甚至能听到他骨头缝里发出的碎裂声。我打开柜子，装作翻找的样子，被子就在眼前，我故意翻来翻去，磨磨蹭蹭。咦，那床又软又舒服的被面哪去了？真奇怪。太爷，您先靠墙睡里面，我马上就来给您盖被子。等我听到身后一连串咔咔声响，才壮着胆捧出被子挪到床前。太爷已经躺在里侧了，我壮着胆子把被子撒过去，被子一角盖住了太爷的脸。他露在被子外的手指拍了拍床面，似乎是示意我赶紧上床。看着那手上又尖又长的黑色指甲，我只感觉心里一阵阵发毛。太爷，我不困，您先睡，我再玩会手机。太爷又重重拍了2下床面，尖利的指甲几乎要戳破床板。我心里一哆嗦，赶紧贴着床外缘躺了下来，余光瞥着身侧的动静。好在太爷没再有任何动作，屋里静悄悄的，除了我自己的呼吸，什么都听不见。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像烂肉混合着泥土，又臭又腥。我心里紧紧绷着弦，努力用嘴呼吸着。娘，家里没粮食了，您该上路了。我一睁眼，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破烂的草席上，身边还坐着一个10岁模样的小男孩，正看着我。刚才说话的是门口站着的一个中年男人。什么娘？上什么路？我有些懵了，不敢置信地从地上爬起来。小男孩朝我扑了过来。奶奶？什么奶奶？我这是在哪啊？你们是谁？墙上的破烂铜镜里印出一张布满褶皱、松松垮垮的脸，完全就是一副老太婆的模样。老儿不死就是灾，村里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你还想祸害我多久？别人家的娘知道孙子饿得睡不着觉，都自己悄悄去后山了结，不浪费家里一点口粮。只有你赖着不肯死。我不是你娘，你让开，我要回家。不准出去！想嚷的全村人都听见，丢我的脸吗？中年男人举起棍子朝我砸来，小男孩飞奔过去，使劲抱住他。爹，不要打奶奶呀！我趁着中年男人被拖住，打开门就往外冲。外面黑乎乎的，还好月光还算亮堂，勉强能看到路面。我刚跑到村口，迎面就撞上一个黑影，居然是一头赤面獠牙的怪物，手里拎着长枪模样的武器。他身后还有好些个差不多的怪物和几辆巨大的运输车。身后追出来的中年男人已经吓破了胆，瘫坐在地上。鬼子进村了。领头的赤鬼看了看我，嘴里嘟囔了几句，举起枪托就朝着我的头砸来。我猛地一激灵，瞬间惊醒，原来是梦，我竟睡着了。窗外浮起了一点亮色，终于天亮了。目光移到太爷的瞬间，我的心跳几乎停止。太爷脸上没了被子，正直勾勾看着我。嘎吱，门被打开。爹，该起床了。我紧绷的心终于放松下来，却发现手心里一直抓着几根草条。精神松懈下来，我拉着爷爷的手崩溃大哭。爷爷，我真不行了。四爷爷上前让我把夜里的情况仔仔细细讲给他听。听完，他松了口气。如此就好，就这样继续，再盛2碗，后天一定能把爹送走。奶奶心疼地摸了摸我的头。苦了天娃子了，人都淹了，就没有别的办法。我记得上次往婶子家说扎纸人。别搞那些没用的。你们想想20年前赵大宝他们家的下场。赵大宝家住村子最南边的坟山脚下，赵大爷刚过世，他家担心赵大爷回来害人，不顾村里老人的警告，直接挖深坑把赵大爷埋了。结果3天后，不仅赵大宝家，连着边上好几户的人家，一夜间都七窍流血，暴毙绝了户。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村里人都说是赵家人招待不周，赵大爷化成厉鬼把那几家人都害了。自此以后，回门就成了全村谁都不敢怠慢的大事。四爷爷叹了口气，屋里一时沉默了下来。不然让小黑子顶一晚上吧，他胆大，给个手机他能玩一宿。连续3天睡不好，小天也受不了。四爷爷有点不同意，架不住奶奶和爷爷的据理力争，只好勉强点了头。等人散去，我悄悄拉住爷爷，把那几根草条给他看。我家没有草席，这几根草条和梦里那张草席的料子一模一样。爷爷瞥了一眼西屋里静静坐在床头的太爷，你下次再做梦，仔细着些，看清楚你在哪里。这个梦只怕不简单。吃过午饭，我在床上补觉，脑袋里一直想着那个男孩和中年男人的脸。那个男人很陌生，但是那个小男孩的五官却有点熟悉。我仔细回想着屋外看到的场景，突然一个机灵，那个祠堂不就是现在村里的祠堂吗？虽然村口的位置变了，但是那里显然就是我们村。那个小孩难道就是我的太爷？家里没有太爷小时候的照片，但是我越回想越觉得有7、8分相似，尤其是他眉边的那颗长寿痣。到了晚上，我爷招呼太爷进屋睡觉，小黑子捧着手机，想着能玩一整晚手机没人管，脸上不害怕，反而有几丝欢喜。爹，小天不舒服，今晚让小黑子陪你一起睡。太爷却站在屋门口纹丝不动，转头直勾勾地看着我，我心里咯噔一下。太爷这是铁了心要我陪啊！想起四爷说过，千万不能忤逆太爷，我只能无奈地主动上前。太爷，我感觉好多了，咱们进屋吧。太爷终于转身进去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躺在床上，意识回笼的一瞬间，我平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手里拽着一根拖把，眼前还站着一只害人的赤鬼。看见我醒来，他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嘴巴里骂骂咧咧地叫唤着。我有些懵，下意识地拽起眼前的拖把。他看了看我，用脚踢了踢面前的水桶，转身走了。我只感觉额头一阵阵剧痛，有些头晕脑胀。路过的赤鬼们，有些穿着军人的服装，有些穿得更像研究人员，他们仿佛看不见我一般，直接从我身边走过。透过窗玻璃的反光，我隐隐看到一个老妇人穿着一件蓝色的马甲，上面写着清扫系。看来这婆婆被这些赤鬼抓来后，不知道怎么成了保洁了。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玻璃后，她满脸污血，身上都是被施暴后的伤痕和淤青。她用灰白的眼球盯着我，浑身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我只感觉全身冰冷，如坠冰窟。她的状态让我不由想起了回门的太爷爷。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但是门窗隔绝了声音。很快他又慢慢地移开了。谢谢叔叔，真好吃。2个穿着白大褂的赤鬼领着一个小男孩从我身边走过，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棒棒糖，开心地舔舐着，嘴里还不停地感谢他们。他们推开一个门走了进去，我心里一紧，忍不住也跟了过去。透过窗户，我看见小男孩在他们的哄骗下乖乖地躺上了手术台，一个白大褂赤鬼迷晕了他，又拿过针管扎向他的脖子。做完这些，他们飞快地退出手术室，仿佛小男孩很快就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变一般。没过几秒钟，昏睡中的男孩痛苦地抽搐了几下，很快又平静了下来。他们似乎很满意这个结果。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充斥着我的心底，可是看了看手里的拖把，又感觉无能为力，只能在心底祈祷快从这个诡异的噩梦里醒来。我有些机械地朝前走着，一个个窗户后面都在上演着地狱般的场景。就在我感觉快要窒息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没人的空房间，我悄然走了进去，合上了门。这里应该是一个办公室，白板上写画着一些文字和图案，他们似乎是在做一些什么关于人体的研究。我勉强能辨认出一些生化符号和人体的图案。让我有些在意的是中间一个人体爆炸的图案，但是仔细看了一会，我也没什么头绪。桌上有一些文件，我忍不住拿起最上面的一份，里面密密麻麻写着的英文 Giant Unknown Organism， 巨大的器官。不对， organ 才是器官。 Resurrect Human， 把人怎么着了？我这点高中词汇量有点不够用啊，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一只手突然拿走了报告，
是一个金发碧眼、穿着白大褂的洋人。只是他看上去比我还紧张。他把报告又塞给我。Madam, you catch that report? You get English? 他指着那份报道，我有些发愣，努力尝试找回做英语听力题的状态。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他有点懵，我也有点懵。他看上去人模人样的，应该跟那些赤鬼不一样吧？ Why are you here? It's odd. They usually only involve kids and young adults in the experiments. Me? 他们让我在这里，那个 cleaning the floor。我使了使手里的拖把，他的眼睛突然亮了。Can you help me break out of this place? 你想离开这里 ？Live here。他疯狂点头。我指了指他的白大褂，组织了一下语言。You and they are not a team。他情绪有些激动，开始对我进行手舞足蹈的讲解。我勉强听懂了他的经历。现在是1944年，他叫杰克，是一个来自幽国的生物学家。几个月前无意间得知这里的鬼君挖防空洞，挖到了某种远古生物。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伪装成传教士接近这里。没想到赤鬼情报网远比他想的发达，他的身份很快被识破。还好因为他的专业对他们有帮助，所以暂时保住一命，只是被迫参与一些实验成果分析。这里是一个隐蔽的地下研究基地，甚至连周边的村庄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它表面上是一个害虫治理研究部队，实际上为了研究远古生物的提炼物，在偷偷抓周边的村民做惨绝人寰的实验。这年代村里还没通电，天黑大家一般入睡早。我半夜突然跑出来，估计是撞破了这群赤鬼正趁黑往这个隐蔽实验室运送物资。尾随我跑出来的那个中年男人和像太爷的男孩，应该是被抓了过来做实验了。我的这个老太太身体因为年纪大，不具备作为实验体的素质，不知怎地被安排来做一些打扫卫生的事情。现在实验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不赶紧逃跑，我和这个知道太多的外国人都难逃一死，得想办法尽快逃出去。上面的出口有大量荷枪实弹的赤鬼把守，但是往下走，因为涉及机密需要更高的权限，所以只是门墙变厚，守卫反而更少。只要拿到底层的钥匙，并干掉少量的守卫赤鬼，就能启动最下层的电梯，到达最底下有神秘生物遗骸的溶洞，那里有一些四通八达的小洞，也许就有一线生机。他的身份特别，行动受限，根本没有办法接近赤鬼高层的房间，而我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农村老妪，文化程度不高的样子，最后又必然会被清理掉，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对我设防。只有我可以借保洁身份，才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赤鬼高层，拿到钥匙，这样才能顺利启动最底层的电梯。在这个像梦又像现实的地方，虽然有些害怕，但是我并不在意自己能不能逃出去。也许我过不了多久就会醒来，但是考虑到那个极可能是太爷的小男孩和刚才看到的那个女人的状态，冥冥中我心里总有一种感觉，我来这里也许并不是偶然，也许回门的太爷的心愿就是让我在这里救他，如果没有办到，只怕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我可以帮你，但是我们得把还活着的人也带走，否则我宁可死在这里。Save my people, or we die here together. Understand? 他皱起眉毛，脸色沉了沉，又很快点点头。Whatever, let's get the key first. 他又打开手绘的地下基地布局图，详细的解释了办公室的位置和高级赤鬼军官的作息。我们约好拿到钥匙后在这里碰头，期间他会先去监狱的楼层查看下情况，等下再来讨论怎么救出被关押的村民。那个高级赤鬼长官的办公室门口就一个守卫，我拿着拖把就往里走，他一下子拦住我，我举起拖把比划着，一副有人让我进去打扫理直气壮的模样。他犹豫了一下就让我进门了。我假装拖地，眼睛在桌子和墙壁上四处打量着，隐隐看到墙上的外套口袋里鼓啷啷的。我余光扫了一眼门口确认安全，就装模作样的朝那边走去，将手伸了进去。里面东西挺多，应该没有钥匙之类的东西。他是门口那个守卫，原来他一直提防着我。我下意识地用棍子一戳，又朝着他的档口狠狠踹了一脚，趁他弯腰就朝门口跑去。门外响起一连串脚步声，门口出现了另一只赤鬼守卫，
他只是朝里看了一眼，就闪身笔挺地站在门口一侧。很快，一只带着上位者威压的高大赤鬼也出现在门口，他的裤袋口隐隐露出一串钥匙。完了，这下完犊子了！我穿越到被赤鬼侵略的世界，变成了我的曾太奶奶。为了拯救被关押的太爷和村民，我听从杰克的计划去偷赤鬼长官的钥匙，没想到被赤鬼守卫抓了个现行，是门口那个守卫，原来他一直提防着我。我下意识地用棍子一戳，又朝着他的档口狠狠踹了一脚，趁他弯腰就朝门口跑去。门外响起一连串脚步声，门口出现了另一只赤鬼守卫，他只是朝里看了一眼，就闪身笔挺地站在门口一侧。很快，一只带着上位者威压的高大赤鬼也出现在门口，他的裤袋口隐隐露出一串钥匙。完了，这下完犊子了！身旁的赤鬼脸上露出一丝惊恐，不等他开口，我抢先一步冲上前，抱住长官赤鬼，指着刚才那只守卫赤鬼，惊慌地大喊：“不要啊！他耍流氓！”长官赤鬼瞥了一眼我敞开的衣领，艳嫌地将我一把推开。打死他估计也想不到，一个老妪会有这么多心思，只以为是这卫兵赤鬼憋久了，对老太婆起了心思。外面战场的接连失利，上级单位的不断催促施压，早已让他憋了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他拔出随身的军刀，就朝着卫兵赤鬼走去。我不敢多看，悄悄溜了。等我回到约定碰头的实验室，杰克不在这里，我掏出那串钥匙确认了一下，应该没错。刚才我冒险抱住那个赤鬼长官，就是为了趁乱偷走他裤兜里的钥匙。耳边隐隐有鸡鸣，不好，天亮了，我要醒了。我只感觉有些头重脚轻，周边景色也变得有些虚幻起来。我努力集中注意力，一把拿起报告，撕下了几页，揣进裤袋里。彻底黑蒙前，我看见杰克提着一个小黑箱站在门口，眼前是熟悉的房间，一股冰冷腐臭的气息喷在我的脖梗后，我脖子一缩，从床上弹了起来。黑暗里，太爷两只眼睛像老鼠一样泛着绿光，就像两盏鬼火。我只感觉头皮发麻。嘎吱，门被打开。爹，该起床了。看到床上的太爷，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太爷已经不成人形，身上的皮肉里长出了无数锋利的晶状物，整个人就像是一个怪石嶙峋的怪物。老四，咱们还能送爹走吗？别人家可没这个情况。还有一天，坚持完这天一定能送走。那几页报告还在，我拿出手机拍照翻译。报告里，赤鬼挖防空洞挖到了人形远古生物残骸。通过实验，他们发现，当尸骸细胞被注射入人体后，会进入休眠状态。等宿主死后，心脏一停止供氧，免疫系统一罢工，这些细胞就会被激活并吞噬其他细胞，快速替换它们。大概72小时左右就能基本替换掉人体主要器官。当新心脏再次工作，死人就会再次复活。根据大脑的损坏程度不同，会保留不同程度的记忆和认知。赤鬼们希望能改造这些细胞，打造一支听从命令的不死赤鬼军团。可是，在后续的实验中，却发现这些新器官在氧气环境里只能维持2-3天时间，就会再次停止工作。这样的效果显然没办法直接投入战场。不过，他们很快有了新成果，这些细胞在极少数个体中会释放出一种稳定细胞结构的酶，能让细胞快速晶体化。这种晶体并不稳定，被破坏或者腐蚀后，会释放一种穿透性很强，能瞬间摧毁人类细胞的高能粒子，而且这种粒子射线很快就会消失。这用来对付熟悉地形、擅长挖洞藏匿、发动奇袭的人类军队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大面积杀伤性武器，也为入侵的赤鬼日后的移民提供了一片没有污染的土地。我私下的报告到这里就结束了。所以，那些回门的老人其实都是当年被实验的孩子。赵大宝并不是因为不孝遭报应，只是恰好赵大爷是这种能结晶的体质。因为离坟山近，赵大宝和邻居刚好在波及范围内而已。想到太爷身上隐隐的结晶物，我只感觉头皮发麻。爷爷和四爷走了进来，我把纸给爷爷看，并讲述了昨晚的经过。这也太匪夷所思了，这东西真是你从梦里拿回来的？我怎么会拿这个开玩笑？而且这上面写了，如果身体长出晶体，最后就会爆炸。赵大爷估计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把太爷送到没人的深山里去，不然我们都活不了。爷爷拿着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脸上阴晴不定。老四，你没看见爹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吗？之前村里那么多人回门，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情况？而且当年赵大爷出事那晚，我记得那后山的飞禽走兽死绝了，甚至连蚂蚁足虫都死了一地。大家都说是赵大宝不孝破了村里习俗，惹得赵大爷煞气冲天。现在想起来，什么鬼祟能跟这些虫鸟野物过不去？那些赤鬼邪乎得很，爹跟村里那群孩子当年死里逃生，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四爷的脸也沉了下来。大哥，就算我们想送，只怕也难过村长和街坊那一关。这已经不只是我们一家的事了。准备一下，今天必须把爸爸送走，我看谁敢拦我们。太爷的身体膨胀了，普通的棺材根本放不下，为了不磕碰到晶石，只是简单的放在家装抬杆的门板上，盖了一块床单。一路上村民们指指点点，大家才刚到村口，住得不远的村长就闻讯带人赶来，看到模样吓人的太爷，众人纷纷脸色大变。老何啊，平日里你们一家挺孝顺啊，怎么把你爸伺候成这样？这才回门第2天，你们就要把你爹埋土里了，这可是要破了咱村的习俗，要死人的。爷爷怕说我做梦只会被当成小孩戏语，便只说是太爷托梦给大家，想要今天葬到后山深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这梦算不得数。咱村的习俗可是用很多条人命才摸索出来的，你再坚持1天，让你爹安心走了，我们大伙才安心。你们可别跟赵大宝一样犯了浑，自家几人有个好歹就算了，还把周边邻舍都害了。一听赵大宝，周围几个邻居的脸色更难看了。当年那几家人的惨样，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村长使了个眼色，几个村民拿了家伙围了上去，抵不过对方人多势众，大家还是被撵了回来。屋外，村长还留了人看着，连想提前走的叔婶一家都被赶了回来，一副铁了心让我们熬到明天的样子。看着太爷身上还在慢慢冒尖的晶体，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现在可咋整啊？不然在院里头挖个坑，把爸埋了中用不？唉，赵大爷那坟头离赵大宝河边上那几家可有1里多路，我们挖坑能挖多深？我就着手机，拿着那2张纸看了又看。这个报告不完整，赤鬼能做这么久的实验，肯定有阻止的办法。至少他们应该知道什么东西能隔离这种放射波，不然他们早就死光了。这个报告后面一定有阻止的方法，我必须再过去一趟。根据之前的经验，只要拿到报告，然后去撞墙一吃痛，估计就能醒。爷爷，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要过去把这个后面的几张也带过来翻一下，也许就有办法了。怕把我中途扰醒，爷爷把众人换了出去，我小心地躺在了太爷身边，闭上了眼睛。鼻子里是浓厚的血腥味，我吃了一惊。太奶奶躺在地上，胸口的血洞还朝外鼓鼓冒着鲜血，已经没了气息。地上没看到钥匙，应该是被杰克拿走了。是我大意了，这种处境下带着一个老妇人逃出去已经很不容易，他还轻易地答应带那么多孩子，根本从一开始就只是在利用我。现在拿到钥匙，怕我闹腾，所以直接下了死手。我想到什么，心底突然涌起一股寒意。既然太奶死了，那这次我是我自己。如果被赤鬼发现了，被枪毙了，不会真的就死了吧？我正要伸手去拿报告，门嘎吱打开了，是2个赤鬼卫兵。我只感觉心脏都停了半拍，呆站在原地不敢动弹。他们径直朝太奶的尸体走去。赤鬼检查了一下太奶的身体，确认她死亡后，又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他们怎么不抓我？难道这次我也变成赤鬼了？我伸手去拿报告，却怎么也够不着。完了，因为太奶奶死了，所以我变成了灵魂形态。难道一直以来我根本不是做梦，而是魂穿？这下完犊子了，变成鬼了不会痛，压根就不会醒来吧？哎，算了，就算回去了又怎样？如果没有阻止太爷爆炸的办法，一样也活不成了吧？既来之则安之，我决定去看看太爷。我很快摸到了监狱，太爷受了不小的惊吓，有些精神不振的样子。
身边还有一大群村里的小孩。现在的我似乎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干看着。我打量了一下周围，突然心里有一丝违和感。如果我真的是鬼魂的话，为什么看不到其他的鬼魂？这里应该死了不少人啊！嗨，乡亲们，这里有鬼吗？有想干大事的鬼吗？你过来啊！我吓得一哆嗦，一个声音凭空出现在我的脑袋里。我仔细一听，又什么都没有。自己吓自己，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一股巨大的吸力将我朝下拉去。等我回过神来，眼前有巨大的苍白尸骸，是一具大的不像话的人形躯壳，底下还有几个赤鬼科学家在操作设备，研究用的血肉估计是从截断的手掌里挖取的。这就是赤鬼们发现的未知生物，不会是外星人吧？是你在叫我吗？他看起来死得不能再死了，但是这里除了他似乎没有别的东西了。百无聊赖的我忍不住试着飘过去，触碰了一下他的身体。接触的一瞬间，似乎有什么被激活了，一个光球从他的身体里艰难地挤了出来，漂浮到了我的面前，似乎在好奇地打量我。我正要说话，他一头扎进了我的身体，我只感觉眼前一黑。我睁开眼，胸口有些痛，地面冰冷的触感让我感觉很真实。我又活了，那个光球复活了太奶的身体，让我又回来了。门口有脚步声，是那2个赤鬼卫兵带来了那个赤鬼长官。赤鬼卫兵似乎被我吓了一跳，举枪瞄准我。我想说我还活着，别开枪，却发现舌头有些不听使唤，我吓得后退了一步。密集的枪声响起，我死死闭上眼，全身却完全没有痛感。我睁开眼，子弹全部悬停在空中，像是有另一股意识在一起驱动我的身体般。我的手自己动了，子弹全部落在了地上。这是什么矩阵加超体剧本？士兵还在发愣，长官已经跑了。我的手一动，2个士兵径直飞向天花板，又重重地砸向了地面，没了气息。难道是那个光球的效果？我打开报告，只是扫了几眼，7、8页的英文报告像儿童读物般毫无难度的被我看懂了。我有些激动，这就是当学霸的感觉吗？报告里提到一种抑制剂，我很快的想到杰克的那个黑色手提箱，看起来杰克应该是偷了这里的成果，准备带出去。那资料和各种制剂，他应该都偷了一份带走。只是闭上眼睛，我隐隐感受到了杰克的位置。长官赤鬼已经带着一些士兵堵在了长廊一头，几发火箭弹直直地朝我射来，噗呲，变成了一团团炸开的花瓣。子弹徒劳地射击着，全部都被无形的空气盾弹开。我一挥手，它们全部融进了墙壁，发出一阵阵痛苦绝望的哀嚎。我看了看窗户上反射的自己，居然也变成了可怖的活尸形象。源源不断的赤鬼士兵冲过来，我伸出手，一个蓝色结晶出现在我的手心，噗，结晶粉碎，无形的波以一种可控的形态发射了出去。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成片的士兵瞬间七窍流血，瘫了一地。Fuck! Son of a bitch! Oh, god damn it. 他在电梯附近的天花板上潜伏了很久，好不容易看到下面乱成一团，趁机跳下来准备逃跑，没想到就迎面撞上了2个士兵。虽然侥幸干掉了他们，但是自己也受了重伤。他看向黑色手提箱，脑袋里闪出一个念头。Inside is a supercharged injection that can bring me back from the dead. I don't know how much memory and cognition I'll retain, but it's gotta be better than kicking the bucket right here. Once I'm up and running, I'll hit the suppressant to keep my body from crystallizing. Maybe I'll make it through. 滋滋滋，灯泡闪动着，拐角处突然走出一个蹒跚的人影。看清来人，杰克吓得闭上了眼睛，恐惧的浑身颤抖。I'm sorry, madam. I truly apologize. Don't think. 呸！我没理他，他已经遭了报应，伤口很致命，已经回天无力了。我自顾自地打开黑手提箱，里面果然是好几支注射器，粉色这支是抑制剂。我看了看其他药剂，虽然它们也许能帮助人类点亮什么新的科技树，但是这种能让人复活或者永生的东西，从历史上看，大多最后只会沦为有钱人才知道的稀有物资，让他们能更好的奴役和压迫底层人，还是永远留在这里吧。我把手提箱一丢，它直接融入了地面。姐姐，是有人来救我们了吗？
一定是的，我听见那些鬼子的惨叫。孩子们灰暗的眼神中燃起了希望。等我走到监狱前，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有些畏惧，他们或多或少都看到或者知道变成活尸意味着什么。我一挥手，所有的监狱大门应声打开，孩子们却都没有动。我想催促他们，到了嘴边只是一阵含糊不清的低吼。太爷鼓起勇气走了过来，拉住我的手。奶奶，我点了点头。孩子们见我没有危险，都纷纷走了出来，跟在我身后。沿途的赤鬼吓得都跪在地上发抖，偶有胆大想搞偷袭的都变成了屋顶上的吊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使用了太多那来路不明的力量，我感觉我的身体在慢慢的崩塌，走路变得越来越费劲。等来到洞口，确认前面没有危险后，我示意他们快走，孩子们飞快地朝外跑去。太爷拉着我的手，我站着不动。奶奶，我们回家吧，爸爸不在了，没有人会打你了。我摸了摸他的头，一如我小时候他这样摸我的头。我一挥手，一股轻柔的力量将他送了出去。奶奶，奶奶，你别走！直觉告诉我，这具身体和底下的秘密应该永远沉寂在这里。我一握拳，耳边轰隆作响，我也跟着往下一沉，陷入黑暗。再睁眼，是太爷房间。看着身边愈发不成人形的太爷，我紧张地把手伸进裤袋，还好，抑制剂跟着回来了。太爷恢复了正常，甚至回光返照般恢复了一些意识。大家聚集在他的床头，他努力张了张嘴，又什么也没说出来。我摸了摸他的头，辛苦了，奶奶在天上等你哦。太爷眼角有泪光，满足地闭上了眼睛。砰砰砰，有人大力拍门，是村长几人。他们觉得这是又一次遵守村里习俗才获得的胜利，把功劳都揽给了自己，半要半抢的从家里搬走好几袋大米和一只辣鸡。村长几人就着辣鸡和酒饱餐一顿，酒足饭饱后沉沉地陷入了梦乡。村长突然惊醒，眼前豁然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监牢外是凶神恶煞的赤鬼。这是哪里？为了避免更多结晶老人的出现，我想是时候让他们知道真相了。